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我们最为熟悉的外国领导人，自1999年上台之后，就以其强悍的铁腕作风，在中国互联网上圈粉无数。关于普京如何从一介克格勃特工火箭提拔为俄罗斯总统的传奇经历，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为叶利钦跟普京之间有不可见人的政治交易，所以普京才会被火箭提拔，根本算不得什么传奇。那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？1952年，普京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忠烈之家，父亲弗拉基米尔是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斗英雄，哥哥死于卫国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，母亲玛利亚老来得子，对普京这个孩子倾注全部心血进行培养。普京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，特别是武力方面。8岁那年，母亲为他找来了莫斯科武术大师拉赫林教授柔道技巧。普京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就把拉赫林座下的所有师兄弟全都打翻在地，以至于拉赫林惊呼，这个孩子日后有可能成为世上最优秀的柔道运动员。但普京有着更远大的志向，他婉拒了授业恩师拉赫林的挽留，选择继续攻读学业。1971年，19岁的普京在德语老师布列维奇的帮助下，考入了当时苏联最高端的学府列宁格勒大学。在列宁格勒大学就读期间，普京认识了对他日后仕途发展至关重要的伯勒索布恰克，并拜在老索门下修习经济学专业。大学期间，普京表现优异，在攻读主业之余，甚至还能抽空摘下圣彼得堡的柔道冠军。当时苏联的克格勃经常在国内各高校发展成员，普京的优异表现自然也引起他们的注意。自那之后，克格勃的猎头们开始从各种渠道明里暗里试探普京的意愿。面对克格勃抛过来的橄榄枝，普京大喜过望。毕竟他从小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特工。双方金风玉露一相逢，很快就达成了合作。1975年，普京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，便参加了克格勃，并于同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直到今天为止，普京都还没有明确退党呢。普京初入克格勃就被授予了上尉军衔，组织上在对他进行了半年多的特工培训之后，就授予了普京少校军衔，让他到已经离心离德的东德地区从事情报工作。稍微了解一点官场规则的朋友们可能都清楚，普京这种升迁速度是极度不正常的，要么是普京背后有贵人提携，要么就是普京的能力实在太过于逆天，才会得到克格勃的破格提拔。笔者猜测应该是后者，普京这个人一向以知恩图报而闻名，无论是拉赫林、布列维奇、索布恰克还是叶利钦，普京在发迹之后都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回报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所谓的贵人，不可能至今仍不见于经传。普京到东德的时候，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已经进入高潮，各种非政府机构打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旗号涌入东欧，很多政府领导人受他们的侵蚀腐化堕落，甚至跟西方政府勾勾搭搭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普京决定以毒攻毒。他在得到克格勃同意后，组建了一支名为燕子的特工组织。这些燕子个个都是百里挑一、精炼干达的美人胚子，他们像一枚枚窃听器一般潜伏在欧洲领导人身边，为普京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。时至今日，普京的燕子们仍然没有被完全公开，依旧潜伏在西方政要的卧榻之侧，让他们如坐针毡。可令人惋惜的是，普京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阻挡时代的浩浩潮流。就当普京在前方为国家安全担心竭虑的时候，后方的苏共高层却在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中光速堕落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，苏共高层内斗不休，克格勃组织受到波及，导致该组织的职能日益退化。1989年东欧事变的时候，东欧方面的克格勃更是彻底瘫痪，普京多年心血全都付诸东流。更让他心碎的是，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，最后得到的却是一张让他回国闲置的下岗通知书。普京回到俄罗斯后，日子过得非常困窘从，一度甚至要靠开出租车度日。如无意外，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普京在列宁格勒大学时的恩师索布恰克给他打来了电话，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政治团队。从1989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，苏联政坛的环境只能用群魔乱舞来形容。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严重冲击了苏共的执政地位，各种打着民主旗号的政党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
像索布恰克这种门生故吏满天下的人，相比普通人更具竞争优势。乱世中打天下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无非就是财政兵牒而已嘛。像普京这种有过克格勃经历的，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香饽饽。普京很清楚老师的潜力和自己的价值，收到消息后根本没有犹豫，就丢下自己的出租车，跑到圣彼得堡抱恩师大腿去了。在普京为首的圣彼得堡帮的辅助下，索布恰克成功夺下了圣彼得堡，这个仅次于莫斯科的俄罗斯第二大都市。大家要知道，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市长跟我们中国的市长可不是一个概念，它本质上更接近于美国的州长，是由选民和州议会选举出来的领导，而非中央任命。可以说这是一个半独立的地方诸侯。也正是因为掌握了这座重镇，所以索布恰克后来才有资本跟莫斯科的叶利钦分庭抗礼。索布恰克上位后投桃报李，任命普京为圣彼得堡市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。不久之后，普京又升任为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，权力只在索布恰克一人之下。索布恰克上位后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政治斗争上面，圣彼得堡的实际事务其实都是普京一个人在操持。普京在任期间，铁腕整顿不作为的政府部门，出台各种政策招商引资，使得当时的圣彼得堡成为了俄罗斯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，外资纷纷入驻圣彼得堡，拉动当地经济发展。在俄罗斯建国之初暗无天日的经济大崩盘中，普京经营下的圣彼得堡就犹如夜空中的一颗明星般亮眼，就连远在莫斯科的叶利钦都注意到了这个小子。当时由于索布恰克的放权，圣彼得堡的骨干力量基本都被普京发展成了自己的心腹。这帮人也就是今天统治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帮，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梅德韦杰夫。但普京这个人还是很厚道的，他虽然羽翼丰满，却没有选择架空恩师。1996年，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市长的竞选中落败后，普京甚至选择净身出户，跟老师一起共进退，并当众放话，宁愿被绞死也比背叛偷生好。由于索布恰克在当圣彼得堡市长期间一直跟叶利钦不对付，甚至还有觊觎大位的想法，现在他失势了，叶利钦自然不会放弃这个痛打落水狗的好机会。在叶利钦的暗示下，索布恰克的政敌开始给他罗织各种罪名，是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。1997年春，索布恰克在多方构陷下被扔进监狱，如无意外，他后半辈子要把牢底坐穿了。索布恰克下台后，叶利钦那边立马就派出了休克疗法之父丘拜斯过来拉拢普京，给出的价码是总统事务局副局长。这个总统事务局就相当于蒋介石的那个侍从室，是一个离权力核心非常近的废差。当时普京正失业在家坐吃山空，于是便应下了这份差事。结果上任没多久，就听说恩师下狱的事，普京毫不犹豫的就抛弃来之不易的乌纱帽，招揽忠于索布恰克的旧部展开营救。1997年11月，在普京的运作下，营救小组劫狱成功，把索布恰克成功偷渡出境。直到3天后，俄罗斯政府才发现索布恰克不见了。俄罗斯政府经过调查后，很快就发现这是背后有普京的影子。普京也没有狡辩，直接大大方方地找到叶利钦坦白自己的罪行。面对普京的自首，叶利钦非但没有愤怒，反而感到几分欣慰。在政治场上，永远都是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，落井下石者更是比比皆是。像普京这种知恩图报讲义气的人，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呀。叶利钦不仅宽恕了普京的胆大妄为，顺带着连索布恰克的指控都一并撤销了。叶利钦之所以这么给面子，固然有他欣赏普京为人的因素在里面，但更多的还是他从普京身上看到了平安落地的希望。彼时叶利钦的处境看似风光无限，实则危如累卵。苏联解体后，他听信了丘拜斯和盖达尔这两个坑货的建议，实行了所谓的休克疗法，全面放开市场交易，让资本自由流通。结果导致俄罗斯经济全面崩溃，物价飞涨，货币贬值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吃了他的心都有了。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更是在议会上疯狂弹劾叶利钦，要求严惩国贼。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，久加诺夫的民调遥遥领先，若不是七大寡头出手相助，叶利钦的下场恐怕会比索布恰克凄惨100倍。可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啊！上次老百姓是因为被七大寡头控制的媒体忽悠才上了当，如果经济再无好转，下次肯定会把他给选下去。
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叶利钦还没想好怎么重振经济呢，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。索罗斯在香港吃瘪后掉头北上，联合一众国际炒家做空俄罗斯卢布，此举让原本就病入膏肓的俄罗斯经济更加惨不忍睹，所以任期内重振经济是没希望了。老对手索布恰克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，叶利钦很清楚下台后会有什么下场，除非下一任总统就是自己的人，否则他无论如何也逃不了那一刀。可是要想实现这个目的谈何容易，现在俄罗斯这个总统的宝座就是块烧红的铁板呀，不是他叶利钦想让谁做谁就能做的，这个人必须得能收拾他留下的这个烂摊子，扶大厦于将倾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唯其如此，他才能坐稳总统之位，只有他坐稳总统之位，才能给自己提供政治上的庇护。其次，这个的人品必须足够厚道，千万不能前脚上位，后脚就拿老领导祭天。毕竟以俄罗斯人民对他的恨意，谁要是将他明正典型，支持率铁定拉满。但不要以为普京是叶利钦的唯一选择。事实上，在遇到普京之前，叶利钦的人选还有切尔诺梅尔金、斯捷申帕、基里延科这些候选人。可这些人真有能耐，又何至于把局面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呢？从1998年开始，叶利钦就让他们轮流出任总理一职，尝试挽救危局。可这些人没一个顶用的，全都成了短命总理。眼见这些心腹手下一个个倒下，心如死灰的叶利钦这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普京给推了上去。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真让他给赌对了。当时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里，其中之一就包括车臣。1994年到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，俄罗斯军队被车臣杜达耶夫打得鼻青脸肿，颜面扫地，最终逼得叶利钦不得不签署屈辱的停战条约，承认现状。前几任总理的失败让普京看清楚了一件事，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施政政策不够优秀，而是他们压根没有足够的权威去推行这些政策。而在俄罗斯这个拥有强人政治传统的国家，要想树立权威，没有比战争更合适的了。所以他并没有一上来就去搞经济改革，而是把刀子对准了车臣。普京上台后，吸取上次战败的教训，调整战术，铁腕整军，御驾亲征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彻底把车臣打得没了脾气。叶利钦见普京果真有收拾烂摊子的能力后，马上就当机立断，决定在任期结束之前让位给普京。其实嘛，他的任期也没剩几个月了，但让位给普京能让普京再领他一份人情，以后要是再清算老领导，那真是天理不容了。所幸普京一如既往的厚道，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当众许诺永远不许追究叶利钦及其家族。叶利钦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后，竟然还能功成身退，只能说选择永远比是非更重要呀。